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世界某一天会突然改变，而且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天，不是专家，不是天使，连耶稣也不知道，你会怎么活？先把冰箱补满，还是照常滑手机？今天这段经文，耶稣讲的不是灾难细节，而是突然。耶稣说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这句话直接终结所有末日日期预测。如果连天使都不知道，人类怎么会有内线消息？这里最震撼的是，耶稣在道成肉身的限制中，表达完全顺服父的时间。信仰不是解密时间，是信任主权。耶稣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时的人在做什么？吃喝嫁娶，不是犯罪场景，是日常生活。问题不是他们吃饭，是他们完全忽略警告，洪水来的那一天，不知不觉。这4个字很关键，审判不是先通知再彩排，是真正的突然。2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2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同样工作，同样环境，不同结果。重点不是地点，是状态。表面看起来一样，内在预备不同，这让人不安，因为你无法从外表判断。所以你们要警醒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耶稣举一个例子，如果家主知道贼几点来，他一定守夜。重点不是贼，是警醒。他说，你们也要预备。基督徒的生活姿态不是算时间，是准时预备。忠心与恶仆的对比，这段进入故事模式，有2种仆人：一，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主人不在时照常分粮管理，主人来时看见他这样行，就称他有福。重点不是主人回来那一刻，是主人不在时的表现。2，恶仆，他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然后开始打同伴，吃喝放纵。关键不是他公开否认主人，是他内心拖延，延迟感会腐蚀责任感。结果呢？主人在他想不到的日子来到，结局非常严厉。耶稣讲末世时，却一直回到一个字：警醒。不是焦虑，不是恐慌，是忠心。你无法控制时间，但可以控制态度。很多人问，什么时候？耶稣回答，你现在如何？很多人想知道征兆，耶稣关心生命。如果他今天回来，你正在做什么？这问题比日期更重要。今天我们活在高度分心的时代，通知不停，新闻轰炸，娱乐过量，很容易进入属灵昏睡模式。不是反对主，是忘记主。警醒不是整天看天空，是忠心做好当下责任。真正的信仰不是在特会高峰，是在平凡日子。当没人注意，你是否仍然忠心？当觉得主延迟，你是否仍然敬畏？因为他的来临不是公告，是突然。没有人知道哪一天，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他一定会来。世界继续吃喝嫁娶，日常继续忙碌运转，而真正的差别在于你是否预备，不是猜日期，是守忠心。当门突然打开时，你会是那个仍然忠心工作的人吗？